这节课呢，我要来给大家讲一讲直线的方程。好，我们先看什么叫直线的方程。如果以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的解为坐标的点都在某条直线上，并且这条直线上的点的坐标都是这个方程的解，那么我们就把方程叫做直线的方程，把直线叫做方程的直线啊。这句话读起来比较拗口，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有这样一个二元一次方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x 加 y 减1等于0，这是二元一次方程，不是二元一次方程组。那么这个二元一次方程会有无数个解，无数对 x y 的值满足它。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x 取1 y 取0 x 取1 y 取0，满足这个方程。x 要是取-1的话呢，-1 y 要等于2，满足这个方程。x 要是取0呢 ，y 取1，有无数对 x y 的值满足这个二元一次方程。那么每一对确定一个点，无数对确定了无数个点，这些个点都落在哪里了呢？我们看一下，1逗0 x 取1 y 是0 x 取-1的时候 y 是等于2的。那么 x 取0的时候 y 是 x 取0的时候 y 是等于1的啊，x 取-1 y 是等于正2的，它是落在这儿的。x 取0的时候 y 是等于1的。如果大家有足够的耐心，你可以取出无数对 x y 的值，你把它们都描画在直角坐标系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点通通的都在同一条直线上。所以呢，方程就和直线有了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这个二元一次方程无数对 x y 的值满足它，是它的解，它的每一个解确定的点都落在同一条直线上。反过来呢，我在这条直线上任意的找一个点，它所对应的 x y 的值也满足这个方程，都满足这个方程，那么方程和直线就对应了。此时此刻，方程就是直线的方程，直线就是方程的直线，它就是我们求直线方程的依据啊，也就是这条直线上任意的那个点，它的坐标，它所对应的坐标都是这个方程的解，都满足这个等量的关系。那么这个方程就是我要求的和这条直线所对应的方程。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啊，有这样一道题，我以一道题的面貌引出直线方程的第一种形式。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已知直线 L， 已知直线 L 上的一点 P， 坐标是 x1 y1， 直线 L 的方程，直线 L 的斜率直线 L 的斜率为 k， 这是已知。我要求的就是直线 L 的方程我怎么来求直线 L 的方程呢？因为我们刚才都知道了，你这一条直线上任意的一个点，它所对应的 x y 的值都满足的那个方程，就是这条直线所对应的方程。这条直线上所有的点都满足的方程，就是我这条直线所对应的方程。好，这条直线 L 现在其上已经有一点 P， 坐标是 x1 y1， 我还知道这条直线的斜率是 k， 那么我要求这个直线的方程，就根据刚才直线的方程的定义，我设除了点 P 之外，这条直线上任意的点，无数个点当中任意的那个点，它叫做 M， 它的坐标是 xy
它是除了点 P 之外，因为点 P 已经在这条直线上了，我不用代表它。除了点 P 之外，直线上有无数个点，那么它是其中任意的那一个，它代表无数个点。那么这对 xy 所满足的方程，自然就是我这条直线所对应的方程。因为它是所有的点当中任意的一个，你所有的点这对 xy 都满足的方程，当然就是你直线所对应的方程啦。那么这个点 M， 它是直线上除了点 P 之外，所有的点当中任意的一个，这对 xy 满足的方程，我怎么找呢？点 P 已经在直线 L 上了，现在直线 L上既有点 P 又有点 M， 还给了我它的斜率，我就根据我第一节课学的知识，直线的斜率就是直线上两个点，它们纵坐标的差 y 减 y1 除以横坐标的差就是斜率。你看，我就找到等量关系了，去分母 k 倍的 x 减 x1 就等于 y 减 y1。这个方程我重新写一下，我把它写成 y 减 y1 等于 k 倍的 x 减 x1 的形。那么这个方程就是已知了直线上的一个点，又知道了这条直线的斜率，凡是具备这样的两个条件，已知的条件，我就立刻把这条直线方程写出来了。y 减 y1 等于 k 倍的 x 减 x1， 我们就把这个直线的方程叫做点斜式的方程，因为我知道直线上的点，还知道这条直线的斜率，我立刻就能把相应的直线方程写出来。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根本就是直线上任意的一个点，这对坐标所满足的方程就是直线对应的方程。那么根据直线上两个点表达斜率，所以我们就得到了。好，那么第二个呢？我把这个题稍微变一下，直线 L 上有一点 P， 它的横坐标是0，纵坐标是 B， 斜率依然是 K。我想求这条直线的方程，我还用不用重新设点去求？当然不用啦。我们只要有这条直线上的一个点有斜率，它的方程立刻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显然它就是那个 x1 y1 呀，所以我就把0逗 b 带到这里边来，于是我就得到 y 减 b 等于 k 倍的 x 减0就是 x， 所以我就得到了直线，它是 y 等于 kx 加 b。知道了直线上有一个点，知道斜率，立刻写出直线的方程，把相应的点带到这里边来，我就得到这个。那么这个直线的方程，我们把它叫做斜截式的方程，其中这个 k 就是斜率，而这个 b 我们把它叫做截距。这里边呢，我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做截距？这个 b 叫做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叫做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这个 b 它是截距，不要看它带一个距字，它并不表示距离，它不是距离。这个 b 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这点 P， 横坐标是0，纵坐标是 b， 这是直线 L， 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叫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它是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可以交在 y 轴的正半轴，也可以经过坐标原点。这个时候 b 是大于0的，这个时候 b 是等于0的。当然它也可以
这条直线和 y 轴交在负半轴，那么此时此刻纵坐标 b 是小于0的。什么叫做直线和在 y 轴上的截距？就是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叫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可能是大于0的，可能是等于0的，也可能是小于0的，交在不同的位置截距并不是距离。好，那么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叫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那直线和 x 轴也有交点呢，它和 x 轴交点的横坐标呢，我们就顺便把直线和 x 轴交点的横坐标，它是 a 到0，a 也叫做截距，它是直线和 x 轴交点的横坐标，叫做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我在 y 轴上有截距，我在 x 轴上也有截距，它依然不是距离。你交在这儿 a 是大于0的，如果交在这儿呢 a 是等于0的，如果交在这儿呢那么这个 a 就是小于0的。所以呢，直线既有在 y 轴上的截距，也有在 x 轴上的截距。在 y 轴上的截距呢，就是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有正有零有负的。在 x 轴上的截距就是和 x 轴交点的横坐标有正的有零有负的它们都不是距离。好了，那么我们第二个求出来的就是知道斜率，知道在 y 轴上的截距，马上就可以写出直线的方程，这个就叫斜截式的方程。我要把4个方程都讲完，然后我们再做题好，接下来呢，我再讲下一种类型。下一种类型，这个题的已知的条件发生了一点变化。已知直线 L 上一点 P， 它的坐标是 x1y1， 还有一点 Q， 它的坐标是 x2y2。我知道一条直线上有2个点，一个是点 P， 一个是点 Q。然后我就要求这条直线的方程，怎么求呢？当然还是要根据直线的方程，方程的直线，根据这个定义来求。直线上任意的一个点都满足的方程，就是这条直线所对应的方程。直线上任意的一个点所对应的方程，就是这条直线所对应的方程。我们就根据这个。那么现在直线上已经有2个点，点 P 和点 Q， 它们俩已经在 L 上了，所以除了这2个点之外，直线上还有无数个点。那么这无数个点当中，任意的那个，我把它设成点 M 坐标是 x 到 y。它代表除了点 P 和点 Q 之外，直线上无数个点当中任意的那个，任意的这个点的这对坐标所满足的方程，就是直线上所有的点满足的方程，因为 PQ 已经在直线上了嘛。那么就是我这条直线所对应的方程，好吧？点 M 是任意的一个，我就把它标在这儿。可是我怎么表达这个方程呢？等量的关系。现在我发现这条直线上有3个点，那我当然可以用点 P 和点 Q 表达直线的斜率 KPQ， 它就是纵坐标之差 y1 减 y2 除以横坐标之差 x1 减 x2。我也可以用点 P 和点 M 来表达直线的斜率 KPM， 它等于纵坐标之差 y 减 y1
，b 上横坐标之差 x 减 x1。那这个式子呢，我也可以变一下，变成什么呢？变成 y2 减 y1 交换位置，然后它分母也交换位置 x2 减 x1。当交换位置的时候，相当于提出了一个负号，分母呢也提一个负号，负号就约掉了。PQ 直线的斜率 ，PM 直线的斜率，这是同一条直线的斜率。这是同一条直线，它们的斜率是相等的，所以 y 减 y1 比上 x 减 x1， 它就等于 y2 减 y1 比上 x2 减 x1。然后我把这个式子变换一下，它们俩交换一下位置，所以呢，得到 y 减 y1 比上 y2 减 y1， 它就等于 x 减 x1 比上 x2 减 x1。这个方程啊，不要看字母多啊 ，x1 y1 这都是已知的点 ，x2 y2 呢，这也是已知的点。只有 x 是这条直线上任意的那个点，所以这个方程我们就把它叫做直线方程的两点式，也就是只要你给了我两个点，我就可以写方程，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知道了直线上有两个点，我们立刻就可以写出这条直线所对应的方程，这个就是两点式所对应的方程。它就是两点式所对应的方程。那么这两点式的方程，有的同学说老师不太好记呀，这字母太多了，我有点乱了。没关系，我教你一招啊。方程里边呢，任意的一个点它是不确定的，它的坐标是 x y， 你要先把 y 写在这儿减去，然后呢 x 减去。如果我给了两个点，你把谁看成 x1 y1， 把谁看成 x2 y2 都是可以的。你要注意一点，角标对齐，角标对齐。如果你这儿减的是 y1， 立即在分母也减个 y1， 它们俩对齐，那前面的位置给谁呢？当然就给 y2 了。它都减 y1 了，这自然是减 x1， 上下对齐，马上也减 x1， 前面给谁呢？当然是给 x2 了。你看这就非常容易了。老师，我想减 y2 可以不可以呀？你减 y2 对齐，它也是 y2， 前面的这个自然就是 y1， 它都减 y2 了，必须得对应，那么这个就减 x2， 它也减 x2， 前面的这个位置自然就给 x1 了。所以呢，当给了你两个点，你想用两点式去表达方程的时候，就先把 y 和 x 写在这儿。然后注意角标对齐，角标对齐，前面都给另一个点的坐标就可以了。好，这个呢就是直线方程的两点式。现在呢，我们就实践一下。我在直线 L 上有一点 P， 它的坐标是0逗 B， 点 Q 呢是 A 逗0。我想求直线 L 的方程，我都有两个点了，我当然可以立刻用两点式就写方程了。那么两点式写方程，我就写一下。我可以把它看成 x1 y1， 把它看成 x2 y2， 根据这个 y 减去等于 x 减去。我想减 y2， 因为 y2 简单呢，那就减0，下面也立刻就减0，前面给谁留着呢？给 y1 呀。你都减 y2 了，当然它要减 x2 了，这是 a， 下面立刻减 a 要对齐，前面的位置给 x1 留着，这就是0，你看，非常容易。然后呢 y 减0除以 b 减0就是 y 除以 b， 它就等于负 a 分之 x 减 a。接下来呢，
我们就交叉相乘，我们先给它负离常数啊，它就变成了负 a 分之 x， 负 a 分之负 a， 这是加1，所以一项把它移过来 ，x 比 a 加上 y 比 b 等于1。这个呢，又是一个新的方程的形式。点 P 的坐标是0逗 b， 很明显 x 是0，纵坐标是 b， 它是直线和 y 轴的交点 ，b 是纵坐标，它的纵坐标是0，说明是直线和 x 轴交点，它是横坐标，它就是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它是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这条直线在 x 轴和 y 轴上的截距我们都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代入这个方程，这个方程就叫做截距式的方程。好，我们看这个表格啊，这几种形式我以例题的形式引出，那么得到了直线方程，有点斜式、斜截式啊，知道一个点，知道斜率，立刻把相应的点和斜率带到方程当中，知道在 y 轴上的截距，还知道斜率，这叫斜截式。知道了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点，那么它叫两点式的方程。还有就是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在 y 轴上的截距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就选用截距式的方程。这里边尤其要注意，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是 b， 它是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所以有正有零有负。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是直线和 x 轴交点的横坐标，所以也有正有负有零啊。那么以后我们在求直线方程的时候，你就要先看已知条件，你具备了什么，就选用所对应的形式就可以了。那么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所有的点斜式、斜截式、两点式和截距式，我得到的方程，我通通都可以把它们去分母、移项、合并同类项，到最后都要把它整理成 ax 加 by 加 c 等于0的形，我们把它叫做一般式。也就是我用截距式，比如说x 比2加上 y 比3等于1，我们到最后得到的结果要把它整理一下，整理成什么呢？ 3x 加 2y 减6等于0， ax 加 by 加 c 等于0的形，我们把它叫做一般式的方程。好，到现在为止呢，直线方程的4种形式算上一般式呢，这是5种。一般式呢是它们整理得来的。上面4种形式是根据不同的条件我们得来的。那么4种形式以及一般式我都给大家讲完了。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和在 y 轴上的截距，它不是距离，有正负之分，都是坐标。我们也给大家反复的强调了。好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做题，看一看我们学的这几种形式的方程什么时候用，怎么用。好，我们看一道题吧。根据所给的条件求直线的方程，直线经过了一个点，倾斜角的正弦值，它可不是正切值，倾斜角的正弦值它不是斜率可是呢我能够通过正弦值求出正切的值，所以呢我能够把斜率找到，点我也知道，斜率我也能找到，点斜式写方程呗。首先设倾斜角是阿尔法，倾斜角的正弦值是3因阿尔法，它等于10分之根号10，
同学们在学习三角函数的时候，是不是还记得任意的一个角sin方加上 cosine方是等于1的？所以呢 cosine 阿尔法方它是等于1减去 sin 阿尔法方，它等于1减去10分之根号10的平方，100%，所以它是100%90。那么 cosine 阿尔法就等于倾斜角的正弦值经过负0到0。cosine 阿尔法就等于正负10分之90呢是9，开出来是3，正负10分之3倍的根号10。那么余弦值我们也知道了，正切值呢，根据同角三角函数关系式，任何一个角的正切都是正弦除以余弦，它就等于正弦呢是10分之根号10除以正负10分之3倍的根号10，所以应该是正负1/3啊。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舍掉哪一个，所以呢，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的。倾斜角的正切值就是斜率，斜率有两个值，所以直线的方程我们就能够求出2个。点斜式，大家想想点斜式 x1 y1， 点斜式的方程是 y 减 y1 y 减0等于 k 倍的1/3倍的 x 减 x1 x 减负4 x 加4，把它整理成一般式 3y 等于 x 加4，也就是 x 减 3y 加4等于0，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呢是 y 减 y1 y 减0等于 k 倍的 x 减 x1 减负4加4，所以它是负 3y 等于 x 加4，所以整理成一般式 x 加 3y 加4等于0。好，点斜式，知道点，知道斜率，有的时候呢斜率需要我们求一下。我们再看一道题，第2个问题。第2个问题，经过5到2这个点，在 y 轴上的截距是在 x 轴上的截距的2倍，这样的直线方程。只要提到截距，同学们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提到截距，你就牢牢的要记住，要讨论截距是不是0。老师，那他说在 y 轴上的截距是在 x 轴上的截距的2倍，它还可能是0吗？当然可能啊。如果我这条直线是穿过坐标原点的，你看，这是1、2、3、4、5，5到2，这是5到2。如果我是穿过坐标原点的，经过5到2穿过坐标原点，直线和 x 轴交点的横坐标是0，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也是0，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是0，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也是0。那它做没做到在 x 轴上的截距，在 y 轴上的截距是在 x 轴上的截距的2倍？当然做到了呀。2倍的 a 还是0 ，b 还是0， b 就等于 2a 吗？所以穿过坐标原点，它是可能的。那么基于这种，我们就知道 A 和 C 我肯定不选了，它一定是2个结果。好，如果它是穿过坐标原点，这是正比例函数形所对应的。这条直线我先把它设出来，这条直线我就设成 y 等于 kx。
由于呢它又过了5到2这个点，所以呢这对坐标是满足方程的。2等于 5k，k 就等于2/5，再把它带回方程当中，所以我们就得到其中的一条直线 y 等于2/5x， 也就是 5y 等于 2x， 也就是 2x 减 5y 等于0。我要把它写成 ax 加 by 加 c 等于0的形。所以呢，得到这个 2x 减 5y 等于0，它们俩都有。好 ，b 和 d， 我们再看另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呢，当然就是没有经过坐标原点，这个点呢就是5到2，没有经过坐标原点，在 x 轴上的截距在 y 轴上的截距是在 x 轴上的截距的2倍，我必须要做到 b 是等于 2a 的，在 y 轴上的截距是 b， 在 x 轴上的截距是 a， 它在 x 轴上截距的2倍。既然截距都有了，所以呢，我当然要设截距式的方程。也就是求直线方程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常常是先把直线的方程设出来。好，所以我就设直线的方程为 x 比 a 加上 y 比 b 是等于1的。那么 x 比 a 加上 y 比上 b 是 2a 等于1，你看 x 每一项都乘以 2a，2x 加上 y 就等于 2a。我只要把 a 求出来，直线方程我就求完了。那么这条直线你是不是过了5到2这个点呢？那么既然过这个点，这对坐标就满足 x， 就满足方程 x 取5，y 取2等于 2a， 2×5 =10，所以它是12，所以 a 就等于6。所以 b 呢是它的2倍，就等于12。于是这条直线的方程就是 x 比6加上 y 比12等于1，那就是每一项都乘以12，2x 加 y 等于12，2x 加 y 减12等于0，最后把它整理成一般式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求的直线方程。当我们知道它的2个截距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设成截距式。好了，最后呢，我们再做一道题，把今天讲的知识消化掉。我们再看一道题。一支直线，它在 x 轴和在 y 轴上的截距是相等的。让我们求 a 的值，怎么求呢？我们回归问题的本质，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是跟 x 轴交点的横坐标，也就是此时此刻纵坐标是等于0的。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呢，是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此时此刻横坐标是等于0的。所以呢，我要求截距的时候，因为他说截距相等嘛，我就可以令 y 等于0，求它在 x 轴上的截距，令 x 等于0，求这条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所以我就可以令 y 等于0则 y 等于0，那么方程就变成 ax 等于把它们俩移到右边2加 a。我要求出横坐标 x，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要把 a 除过去，那 a 是不是0啊？所以经常有的同学说，老师你讨论完了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讨论。现在就产生讨论了，你不敢把这个 a 除过去，不知道它是不是0，所以呢我们就得讨论 a 要么是0，要么不是0，两种情况。所以当 a 等于0的时候，
我们回到原方程吧 ，a 等于0，这一项没有了，这一项也没有了 ，y 减2等于0，y 就等于2。那么显然呢，它并没有做到，它是平行于 x 轴的一条直线，它只和 y 轴有交点，它和 x 轴没有交点，也就是没有在 x 轴上的截距，显然呢不符合题意，我们就把它舍去了。接下来我们就考虑当 a 不等于0的时候，然后呢我令 y 等于0令 y 等于0，则 x 就等于 a 分之2加 a。y 等于0的时候，我所求出来的横坐标就是它在 x 轴上的截距。令 x 等于0，则 x 取0，y 呢就等于2加 a， 它就是直线在 y 轴上的这个截距 b。直线在 x 轴和在 y 轴上的截距相等，于是我们就得到 a 分之2加 a 是等于2加 a 的，两边除以2加 a， 不可以的，我得把它乘过去，2加 a 等于2加 a 倍的 a。2加 a 移到左边，把它移到左边，提出来1减 a 等于0，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所以 a1 是等于负2的 ，a2 是等于1的。我们轻易不要左右两边同时除以一个含有未知量的代数式，含有字母的代数式，因为你不确定它是不是等于0。所以呢，我们就一项提取公因式它是1，然后减 a， 所以我们求出 a 的两个值，一个是负2，一个是1，那么这道题是选的。好了，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讲了哪些东西。首先呢，我们讲了直线的方程和方程的直线，直线上任意的一个点所对应都满足的方程，就是直线所满足的方程，就是直线所对应的方程，以它为根本，我们就求出来直线方程的4个形式。4个形式呢，大家要牢牢的记住点斜式、斜截式、两点式和截距式。什么叫的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什么叫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人家是相应的坐标，它不是距离，要注意。所以呢，坐标就有正有负有零。之后呢，我又给大家做了若干道题，消化了一下我们这节课所讲的知识点。值得注意的是呢，当你涉及到截距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截距是不是等于0，直线是不是穿过坐标原点了。好，这节课的内容讲的比较多，同学们课下要及时复习，把它掌握住。